This car can fly for 25 minutes with a maximum speed of around 80 miles per hour. 这并非遥远的未来设想，而是中国正在实现的创新突破。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飞行汽车，如今已不再是原型机或难以触及的概念，而是真实可操作的尖端科技，吸引着全球目光。中国正积极布局其所谓的低空经济，旨在通过小型航空器和配送无人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这款集先进技术与相对亲民价格于一身的飞行汽车，真的能够顺利起飞吗？拥挤的都市是否能够承受空中交通日益繁忙的景象？这项颠覆性的发明又将面临哪些潜在的挑战？本视频将深入剖析这款飞行汽车的技术特性、成本考量，以及探讨世界是否已为这场前所未有的交通变革做好准备。你是否也曾梦想过乘坐无人驾驶的飞行器自由翱翔？此刻，在广州的上空，一项全新的出行方式正在悄然展开，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全新交通领域的入口。小鹏汽车的空中革命，摆脱地面束缚、交通拥堵、道路阻塞、空气污染，这似乎已成为现代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工作日景象。但是，如果摆脱这一切的束缚，只需轻轻一按按钮便能飞向碧空，那会是怎样的体验？在这片喧嚣之中，一家中国企业正大胆尝试将飞行汽车从科幻梦想带入现实，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创新成果莫过于小鹏汇天的 Xpeng X2。 这款飞行器仿佛来自我们原本以为还需要半个世纪才能触达的未来，但它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Xpeng X2 属于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VTOL 的范畴，这意味着它无需跑道，甚至无需地面道路即可垂直起降。其制造商小鹏汇天 Xpeng Aerot 隶属于中国电动汽车巨头小鹏汽车集团的飞行技术部门，团队扎根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小鹏汇天于2020年正式成立，依托小鹏汽车集团的强大实力，致力于为先进空中交通 AM 领域打造创新型电动飞行器。值得称赞的是，小鹏汽车在推动零排放出行方面展现出坚定的决心，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出行方式。而眼前的这款飞行器无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简而言之，他们的目标是彻底革新城市出行模式。2021年7月，他们在上海的公开活动中展示了其第5代飞行汽车，现场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可以说，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深深吸引。许多人从未见过如此形态的飞行器，它拥有流畅的造型、静谧的运行模式以及零污染的排放。它没有伴随着传统引擎的轰鸣声而来，而是轻盈地悬浮在聚光灯下。现在让我们仔细剖析这款引人注目的 Xpeng X2， 它更像是一架放大的无人机，而非我们熟悉的传统汽车。其内部空间可容纳2名乘客，并留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少量行李。该机型最初以 Voyager 2的名称亮相，其流线型的类滴状设计能够有效地减少空气阻力，从而提升飞行效率。这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时尚的外观，这种造型实际上优化了空气动力学性能，降低了飞行阻力，从而节省了能源消耗。X2 的实际尺寸相当可观，长度约为 5.17 米，宽度约为 5.13 米，高度约为 1.36 米。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中型轿车体积相仿，但其整机重量仅为约680公斤，最大有效载重为160公斤，包括乘客体重及随身物品的总和。X2 实现轻量化的关键在于其先进的制造工艺，其内部框架采用了航空级别的铝合金材料，与制造飞机所用的材料相同，外部则覆盖着碳纤维复合材料，兼具高强度和轻量化的特性。机身顶部配备了8个旋翼，每个旋翼都由独立的电机驱动。这种设计不仅能够维持飞行器的平衡，还显著提升了安全性。即使单个旋翼发生故障，其余旋翼仍能确保飞行器的稳定飞行。该飞行器还采用了4G 和5G 双模通信技术，确保在飞行过程中能够进行实时数据更新和流畅的通信。在性能方面， Xpeng X2 的续航里程可达75公里，飞行时间约为30分钟，其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30公里。由于其尺寸与普通轿车相当，因此可以直接停放在普通的车库或标准停车位内。的确如此，它无需任何特殊的悬挂装置或屋顶停机坪，即使停放在地面上，其设计也充分考虑了便捷的移动性。该飞行器可以放置在4个小型滚轮推车上，通过起落架下方的滚轮进行移动，只需1到2个人即可轻松推动。对于款能够飞行的机器来说，这种操作性着实令人赞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安全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带有炫酷灯光的飞行玩具。 X2 配备了多项核心安全技术，它采用了分布式电力推进系统，这意味着每个旋翼都是独立运作的。如果一个旋翼发生故障，其余旋翼可以立即接管，确保飞行安全。
多重冗余备份系统能够应对各种潜在的故障情况。机身周围配备了全向环境感知传感器，在必要时可以实现自主返航和降落。实时视频传输、地面监控系统以及360度全景摄像头等配置一应俱全。机身搭载的传感器能够全方位扫描周围环境，在紧急情况下，它甚至能够自主返航并安全降落。实时视频传输、地面监控系统、360度全景摄像头以及紧急降落伞装置等配置，可以在突发状况时自动启动。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在飞行过程中，它实现零燃油、零尾气、零排放，这使其与大多数汽车甚至传统飞机截然不同。它静静地滑翔于天空，不留下任何空气污染，这对于饱受雾霾困扰的城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您对这类科技创新感兴趣，请点击赞按钮，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颠覆性的突破。面对城市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和噪音污染问题，这或许正是打破僵局的有效途径。这是一种更清洁、更安静的空中出行方式。尽管飞行载具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小鹏汇天的成果有力地证明，这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他们正在为未来铺平道路，一个正以惊人速度向我们靠近的未来。他们正在构建的未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现实。当我们走进 Xpeng X2时，多数人或许认为未来将悄然降临，但有些创新却伴随着旋转的桨叶、闪烁的灯光以及重塑城市景观的承诺，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登场。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Xpeng X2 的实际功能。它不仅是一款个人飞行器，更被定位为未来的空中出租车。这意味着它将帮助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穿越拥挤的城市，通过天空而非拥堵的地面道路。现在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来了 ，Xpeng X2 支持2种不同的飞行模式。手动模式专为需要完全掌控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设计，而自主模式则旨在提供尽可能轻松和无压力的飞行体验。你可以选择亲自操控，也可以让它完全自主飞行。手动模式适用于渴望完全掌控的专业飞行员，而自动模式则致力于让飞行变得尽可能简单舒适。在自动模式下，尤其是在作为空中出租车使用时，你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只需按下按钮设定目的地，剩下的所有事情都将由系统自动完成。这包括起飞、航线规划和降落等所有环节都由机载计算机精确执行。即使您不愿意触碰任何控制装置，也无需进行任何手动操作。X2 搭载的智能飞行系统能够自主规划最优的飞行路线，实现点对点的精准飞行。它将规划最安全、最高效的空中路径，同时严格遵守各个地区的飞行法规。其先进的软件具备识别和适应不同国家地区法规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上空，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都市上空飞行，它都能够精确地遵循当地的法律规定。驾驶舱设计的核心目标是为乘客提供卓越的体验。这里并非一个布满复杂按钮的狭小空间，而是拥有宽敞的内部空间，提供了同类飞行器中最开阔的视野。这意味着乘客在飞行过程中能够真正享受窗外的美景，与透过狭窄的车窗观看不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览无余的地面全景。操控装置和仪表盘采用了现代化的设计，但操作起来却非常直观易懂。整体布局简洁明了，所有必要的按钮都触手可及，甚至带有一丝小型太空舱的内饰风格。车内还配备了一块悬浮式的大尺寸屏幕，赋予其浓厚的科技感。但这块屏幕不仅仅是装饰，它作为飞行引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时显示航线地图、飞行轨迹、当前高度以及其他关键的飞行数据。然而 X2 的用途远不止于接送乘客，它还具备承担其他重要任务的潜力。在低空进行的城市飞行可以为观光旅游业带来新的机遇，为游客提供从步行或传统交通工具无法获得的独特视角。它还有可能应用于紧急医疗运输领域，例如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快速穿越拥堵的地面交通。在永不停歇的现代都市中，拥有一种能够超越地面交通拥堵的飞行工具，或许不仅是一种奢华的享受，更可能是未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飞行预示着未来数十年城市发展的方向，并非每一次试飞都能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但当一架造型流畅的电动飞行汽车在迪拜壮丽的天际线背景下腾空而起时，人们自然难以忽视。2022年，小鹏公司采取了一项大胆的举措，在迪拜公开进行了其 X2 飞行汽车的试飞。这并非在隐蔽地点进行的秘密测试，它就在迪拜跳伞中心附近公开进行，距离著名的棕榈岛 Jumeirah Beach Residences Jebra不远。此次飞行获得了迪拜民航局的特别许可。这场测试吸引了众多目光，约150名受邀嘉宾前来观摩，其中包括中国驻迪拜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迪拜国际商会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以及其他当地机构的代表，此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当 X2 缓缓升空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当日飞行器并未搭载任何乘客，尽管座舱内空无一人，但此次飞行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这次成功的公开试飞背后是大量的幕后准备工作。小鹏公司严格执行了所有必要的安全步骤，并与迪拜民航局合作进行了详尽的运营风险评估，这绝非临时抱佛脚。据小鹏汇天专门组建的团队负责整个项目的统筹协调，他们整合了项目研发过程中的所有数据和资料，依据国际标准编写了详细的操作手册，并制定了完整的演示方案。该方案详细涵盖了风险预判以及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他们并非独自完成这一切，萨诺德学院 Sanad Academy 与迪拜民航局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方共同制定了周密的风险管控方案，旨在确保飞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安全无虞。从起飞到降落，周边人员的安全始终被置于最高的优先级。在方案经过严格审核并获得批准后，测试飞行才得以正式进行。在公开活动结束后，小鹏公司透露了其后续的发展方向。此次测试中使用的 X2 版本只是其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真正的目标是打造一款适用于城市低空飞行的成熟机型，这意味着其主要的飞行高度将保持在300英尺左右。然而 X2 也具备更强的爬升能力，必要时可以攀升至3200英尺的高度。尽管其续航时间尚不足35分钟，但这对于满足城市内的短途出行需求来说已经足够。迪拜的这次测试不仅展示了令人瞩目的技术突破，更向人们呈现了飞行汽车融入日常生活的潜在可能性。人们常常在脑海中畅想未来的景象，而此刻他们亲眼目睹了真实的场景，没有科幻小说的夸张元素，只有一架纯电动的飞行器在现代都市的上空自由翱翔。对于小鹏汇天的团队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次公开飞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成就，更是向全世界展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对于 X2 的研发团队而言，这标志着他们多年的规划和测试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迪拜的一些领导人也对此持有相同的看法。迪拜商会代理总干事哈桑Hassan Al Hashami 在活动现场分享了他的见解。他表示 X2 所展现的正是多年来塑造迪拜创新精神的核心。这座城市一直致力于在未来的项目和创意设计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他指出，这款飞行汽车凝聚了大胆创新的精神内核。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人们将会铭记的时刻，它很有可能在未来的50年内重塑像迪拜这样的现代都市的面貌。它不仅将其视为一个酷炫的新发明，更将其视为一种能够改变人类生活和出行方式的变革性力量。小鹏在迪拜的试飞并非终点线，这仅仅是漫长征途中的一个关键步骤。飞行汽车的构想已经不再停留在设计师的草图或实验室的测试阶段，它正翱翔于真实的城市天空，被真实的人们所见证。从原型机到获得飞行许可，2023年小鹏的 X2 再次引发全球瞩目，但这一次不仅仅是测试，而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正式认证。X2 成为了中国首款获得批准进行载人飞行的电动锤直起降飞行器 FTOL。 该飞行许可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颁发。对于一直关注 X2 项目的人们来说，这一刻无疑象征着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它更蕴含着更为宏大的意义。它与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的一项宏伟计划紧密相连，聚焦于1000米以下低空的低空经济发展蓝图。或许你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但它正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涵盖了从无人机到空中出租车等各种低空飞行器和服务。任何在1000米以下空域运行的飞行器都属于这个范畴。随着相关规则的日益完善和技术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涌入这一新兴领域。这种新的经济模式的理念非常简单，贴近地面的低空空域不仅能承载云朵，还能用于运送人员、运输货物，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甚至可以为救援队伍深入偏远地区提供支持。这片低空领域正变得日益繁忙，不仅仅是业余爱好者的无人机。在中国，这片天空正被视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官方预测到2035年，其市场价值将达到惊人的3.5万亿元人民币，这绝非空穴来风，背后有切实的政策支持正在制定，投资者正密切关注着这一领域的发展动态，工程师们正在积极投入建设。
整个行业的发展势头日益强劲。中国在该领域的推进并非孤军奋战，在全球范围内，低空经济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在中国，其发展速度尤为迅猛。过去几年，一系列新的技术突破不断涌现，科技日新月异，城市正逐步开放其空中航线，天空正逐渐转变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动脉。部分增长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智能系统使得无人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能够以更高的安全性和精确性进行飞行，人机交互体验也在持续优化。这意味着人们操控这些飞行器或让它们自主飞行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的行业正积极参与其中。动力电池制造商、电机设计师、软件开发商以及农业科技企业纷纷进入这片不断扩张的空域，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为这一宏伟蓝图添砖加瓦。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片低空经济？您认为它是机遇还是潜在的担忧？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我们期待倾听您的宝贵意见。回到小鹏汇天，随着 XR 正式获得认证，该公司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下一步计划。他们将开展更多的测试飞行，以收集更详尽的飞行数据，其目标是加速推进 XR 的量产进程。他们步履稳健，但从未停滞不前。此次认证并非终点，而是又一次重要的飞跃。小鹏的陆地航母，地面与空中的完美融合。小鹏的创新惊喜并未止步于推出飞行汽车。2024年，他们带来了一个更加宏大、更具突破性的全新概念——陆地航空母舰。没错，它并非真正的海上航母，而是一个道路行驶载具与飞行器的创新结合体，凝聚在一项极具雄心的设计之中。让我们来剖析其独特的结构。整套系统由2个主要部分构成，首先是地面行驶载具，小鹏将这一部分称为航空母舰或母舰。其体型庞大，配备6轮驱动和3轴结构，尺寸约为 5.5 米长、2米宽、2米高，其长度超过了大多数厢式货车，整体设计更显 robust。它的外观风格介于流线型的小型货车与特斯拉 Cybertruck 这类硬朗的装甲卡车之间，它拥有类似 Cybertruck 的棱角分明的设计语言，但其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其庞大的尺寸，设计上遵循极简主义的美学理念，车身呈现出方正的造型，从挡风玻璃一直延伸到车顶的曲面线条浑然一体，车门把手与侧面板巧妙地融为一体，车身底部则配有坚固的塑料饰条。值得注意的是，该车目前尚未配备传统的测试镜，这或许表明当前版本仍处于研发阶段。现在让我们打开引擎盖一探究竟。这款运输车搭载了一套名为 EVER 的动力系统，这是一个增程式电动汽车系统，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运行，但关键在于内部的发动机并非直接驱动车轮，而是充当发电机的角色，它为电动机和电池组提供电力。小鹏声称这种配置能够实现高达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飞行模块。这艘陆地航母的第2部分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亮点。它看起来像是一架大型无人机，但其功能远不只是悬停，它能够自主起飞、飞行和降落，并支持手动操控或全自动模式。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够精确地对接回母舰的顶部，整个对接过程完全实现自动化。分离的过程同样巧妙，起飞时飞行器会从紧凑的折叠状态展开其6个旋翼臂，然后平稳地升空。这种可折叠的设计不仅是为了追求视觉上的美观，更蕴含着深厚的技术考量。小鹏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折叠后的状态必须足够紧凑，以便在收纳于地面载具内部时不占据过多的空间。由于地面载具仍然需要正常行驶，因此飞行器的折叠尺寸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能够将飞行器安置在运输载具的后备箱内，其旋翼必须能够向内折叠。目前整个展开过程大约需要10秒钟。由于地面载具仍然需要正常行驶，尺寸限制成为必须遵守的规范。将飞行器安置于运输载具的后备箱内，意味着其旋翼必须向内折叠。目前展开过程耗时约4分钟，团队正致力于将时间缩短至3分钟。飞行单元成功对接后，将直接从地面载具开始充电。得益于高效的高压充电系统，仅需短短的18分钟，即可将飞行模块的电量从 30% 充至 80%。这使得飞行器在充满电的情况下，能够执行大约5到6次的短途飞行任务。这种独特的设计赋予了其极高的灵活性。用户可以在自家车道上起飞，轻松飞越拥堵的地面交通，然后在目的地附近再次对接。整个过程无需耗费数小时等待充电。关于飞行模式，它提供了2种选择，用户可以通过操纵杆进行手动控制，也可以选择完全自主的起飞、飞行和降落，无需任何人为干预。这种自主飞行模式尤其适合那些追求轻松飞行体验或缺乏飞行经验的用户。这个项目并非简单的科学实验，而是小鹏汇天公司探索新型交通方式的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将空中交通与地面交通完美地融合于单一的创新设备之中。虽然这款陆地航母尚未准备好推向市场，但目前所取得的进展表明，他们正致力于彻底改变我们对交通的认知，未来不再需要在汽车与飞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可以将两者巧妙地整合为一体。这种陆空两栖飞行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出行体验，它不仅能够像普通汽车一样在道路上自由行驶，还能够在需要时轻松地飞向天空。这种在驾驶与飞行之间灵活切换的能力是传统汽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尽管 X2 作为一款流线型的飞行出租车曾引起广泛关注，但这艘陆空两栖飞行器则进一步展现了小鹏的宏大构想，其目标远不止于短途的空中通勤。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创新设计，也目睹了它的动态演示。但当这台机器真正投入实际应用时，它究竟能够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种陆空两栖载具绝非为了博取短暂关注而设计的噱头，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应对各种严峻的场景。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分秒必争的紧急救援行动、关键的医疗转运、高速公路上的突发事故现场、被废墟或洪水封锁的区域，甚至是高层建筑的紧急疏散任务。其核心使命是抵达普通汽车或卡车无法到达的地点，并在必要时迅速升空，克服地面障碍。初期，这种陆空两栖载具的运行将主要限定在高度管控的特定区域，这意味着其飞行范围将受到限制，并且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等官方用途。它不会随意在居民区上空高速飞行，而是侧重于验证飞行汽车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如果进展顺利，这将为未来的大规模商业化运营奠定坚实的基础。小鹏汇天并非孤军奋战，也并非资金短缺，他们近期刚刚完成了一轮高达 1.5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这笔重要的资金将直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关键举措中，进一步完善车辆的设计，扩大生产规模，并为未来的商业化销售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小鹏的设计极具创新性，但并非唯一探索这一方向的团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名为 Lovecar 的公司也在积极推进其飞行载具项目。尽管其具体的设计理念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构想与小鹏高度契合。Lovecar 正在研发一种轻动力飞行载具，该载具也可以与地面载具实现无缝联动。他们甚至将飞行模块形象地称为飞行叉车，因为它能够托举地面单元并将其运送至空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家公司都在努力突破相同的技术边界，打造能够在陆地和天空之间自由转换的创新型载具。现在回到小鹏陆地航母的话题，最初小鹏汇天计划于2025年启动其量产。中国的首批客户原定于同年接收车辆，但目前的计划时间表已经进行了调整，新的生产启动时间定于2026年。该公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新的制造设施的建设，他们希望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向买家交付这款备受期待的车型。当这款创新产品最终上市时，中国将成为首批交付的市场之一。该国正积极推进道路和航空相关法规的建设，这将有效地提升交付的效率。具体的定价尚未正式公布，但多个接近该公司的消息人士透露，其售价预计将低于30万美元。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仍然不菲，但对于一款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汽车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相对较低的价格。尤其考虑到这项技术的先进性和新颖性，即便最终售价尚未公布，市场已经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小鹏汇天已经收到了超过310份意向订单，这意味着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提前签约，成为了这款创新产品的首批潜在购买者。这种热潮不仅限于中国本土，其他国家也正掀起关于飞行汽车的热烈讨论。现在让我们稍微退后一步，思考一下，所有这些进展究竟意味着什么？飞行载具不再仅仅是科幻电影中炫酷的想象，它们正成为科技和交通领域真实而严肃的讨论议题。当然，它们尚未普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绝大多数人仍然驾驶着传统的汽车，但任何变革都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期的测试验证、政策法规的调整、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公众信任的逐步建立。未来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例如如何确保空中交通的安全，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如何提升电池的续航能力，如何进行飞行员的培训或完善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等等。各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空中交通运营规则以及飞行许可的界限。城市可能需要建设新的起降区域，人们也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些新型飞行器在他们身边穿梭的景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进步的步伐正在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飞行器在未来日常生活中的潜在作用。毫无疑问，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城市形态的塑造方式。
在您离开之前，如果您想持续关注这一领域以及其他前沿科技的发展动态，现在正是加入我们探索之旅的最佳时机。这只是我们深入探讨的众多引人入胜的话题之一。欲获取更多类似的精彩内容和意想不到的惊喜，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